吼吼吼吼！屏幕前小测节目你们好玩。霍金神这一只式神呢，昨天 CG 一出，就在美术方面收获了很多很好的评价。今天我再在游戏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建模美术部分是什么样的。这是味觉性皮啊，味觉性皮呢是一种纯白圣女的感觉，然后脖子上还有手上这个鲜红色的纹路呢也很绝，但是我更喜欢它的觉性皮。觉醒皮，你看这表情瞬间就变得坏了不少啊！然后呢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觉醒皮的背面。要知道实战的时候，我们主视角大部分看到的都是式神的背面，然后我再给它拉远放置全身，很霸气，有没有这个背面？然后呢，它这一个把自身的皮给撕开。以皮作为翅膀，以自身的血肉作为衣服的这一个设计呢，我也觉得很绝。总而言之，在美术方面我很喜欢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它的语音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哎，我没开人声吗？哎，开了呀。莫非他还没有内置语音？不是吧？兄弟们，我刚刚试了一下，别的式神是有语音的。在战场上夺回故土，是我唯一将践行的路。但是霍金神就是不管是日文还是中文，它这个语音都放不出来啊，有可能是体验服暂时没有设置这个语音，我们等正式服的时候再听吧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它的技能解读环节。普攻没啥好说的，哎，祝屏幕前的所有人都不要点到普攻吧。二技能，二技能是一个唯一效果的二火主动技能。战斗开始时，我们的霍金神会获得7层咒杀。在拥有咒杀的时候，霍金神自身受到单体伤害时会减少1层，然后把此伤害的35%以真实伤害的形式反弹给敌方全体，并且咒杀高于5层的时候，自身是免疫控制效果的。那么我们如果主动释放二技能会怎么样呢？主动释放二技能会主动减少1层咒杀，然后使友方目标获得吃霍金神生命值的一个护盾，持续2回合。然后呢，主动释放二技能还会额外提升友方全体40%的伤害，持续2回合。来给大家实战演示一下吧。霍金神开局的时候获得7层咒杀，并且他由于现在是高于5层，他现在在场上是免控的。拥有咒杀的时候，他如果受到敌方的单体输出呢，咒杀会减少1层，然后反弹35%的伤害给全体敌方。这个反弹触发的替魂之后也是可以计算的。来 ，OK， 这一下没有触发替魂，第二下触发替魂了啊，看见没有？我们再来看一下对面，如果连击的话，看见没有？这一段连击也能全数反弹，但是呢，也只减1层咒杀。但是呢，这个反弹是反弹不了群体攻击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对面的绝一个群体攻击，这就并没有反弹啊。最后二技能还有一个效果，任意非召唤物友方受到超过最大生命15%的伤害时，立即无消耗对其释放1次二技能，每次行动限1次。总结下来，二技能的 LV5 就是一个急救效果。不过他说，哎，每一次行动限1次，你不要以为他放完1次急救就没了，它是能无限放的。我在这里给大家示范一下 ，OK， 看见没有？急救一下，然后，哎，我又急救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 LV5 的插队给盾呢，是能无限次触发的。但是它为什么会说每次行动限1次呢？这个每次行动指的是对面每次行动。这句话的正确解读模式为：对面每次行动的时候，它造成的是单体伤害，我也只能套1次盾；它造成的是群体伤害，我也只能套1次盾，而无法套6次盾。大家能明白吗？
给大家放上这段演示视频。对面的爵一次性对我们造成了一个群体伤害，但是我们只急救了中间的那一颗白蛋。然后对面的傀儡师又打了我们一次啊，我们又插队急救了。总结下来就是能无限套盾，但是一次只能套一个盾。接下来来说他的3技能。霍金神通过挨打和给友方套盾呢，能减少咒杀的层数，把7层咒杀全部解完呢，我们的3技能就会解锁，并且效果抵抗提升100%。3技能有什么用呢？它在每次释放3技能的时候，都会使敌我双方失去最大生命的10%，并且对敌方全体造成一个吃自身生命上限的伤害，还会给目标施加咒石。这个咒石呢，相当于是一个100%会触发的禁忌。每当霍金神受到伤害或者失去生命时，携带者会受到等量的真实伤害，会把等量的伤害反弹给对面的携带者。而且我方的 SP 云外镜让霍金神失去生命时，失去多少血量也会反弹给敌方目标。LV5 的时候，受到敌方的攻击后，会立刻对攻击者无消耗释放伤害系数减半的一个群攻，并且也会随机附加一个咒石的效果。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现在霍金神的3技能已经解锁了，然后我给对面右边的这个傀儡师上的咒石。如果我们用云外镜手动扣除霍金神的血量，扣除的血量就会反弹给对面的傀儡师啊，当然对面主动攻击我们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反弹的。然后霍金神的3技能就是给指定目标施加咒石，然后造成一个群攻啊，非常容易理解吧？看完了他的技能解读，我们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纯斗技式神 ，PVE 里并没有任何用处啊。那他在斗技里，很多小伙伴设想的他可以克制虚佐啊什么的。当然我也不会斗技，我在这里说几个我在用它克制虚佐的时候发现的一些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反伤，这个反伤可能理想很丰满，昨天我是想着这个反伤可以让对面的虚佐不敢用天威频繁的插我们，每插一次我都有可能反一个很高的伤害给对面的群体。但是实测下来，这个反伤实战中的伤害其实并不高。来看一下实战中的一个大致反伤伤害。对，而且这反伤也不多呀。反伤，我们再来看一段虚佐连击后的触发的反伤。你看这反伤就算触发了，好像也就这么一点。而且在打虚佐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比较自相矛盾的地方啊。我们都知道，霍金神在我方任意非召唤物友方受到超过最大生命值15%的伤害时，它会释放一个护盾对那个友方进行急救。但是被急救了之后的友方相当于套上的一层盾，然后这个友方再被对面的虚佐打的时候，友方就不会受到伤害了。导致霍金神就算替魂了，霍金神本体也不会受到伤害，这个反弹就反弹不出去。而就算反弹出去了，你看这2000多的伤害，好像也挺刮的哈。所以霍金神目前在斗技场上呢，他在解锁3技能之前，他这一个反弹效果或许是次要的，而他的这一个能随时插队保命的这个效果才是比较主要的。所以大家不要想着靠反弹就把谁给烦死了，因为这反弹真的实战中很刮痧。我们要想的是先用这一个插队急救的保命保住我方全队，然后呢解锁了3技能之后再进行一个反打，或许是一张中速队的策略卡。我在这里给大家放上一段录屏。你看，尤其是对面有那个盾的情况下，这反伤根本反不了对面一点。nice， 这个盾好厚，这个盾相当厚。对，指标治疗量好像有点说法。这个保人上来了啊。是，
你们的思路是对的，然后我又要免费上盾了。OK， 对，保人不错。刚开始给他打反伤的想法，就是给他打反伤的那个思路方向就错了，他就是应该用这个盾来保人啊，是这么一回事。对，保核心单位用的，保核心单位用的。对，而且他这个盾是没有冷却回合无限次数触发啊。后手，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？它是属于那种后手，保核心单位来恶心先手的，是不是这样一个思路？暂时是这么一个思路哈。OK， 看见没有？你看这无冷却的全队给盾，哎，有说法了，盾马上又来了，nice。然后我现在3技能开出来了，3技能开出来了，我现在要开始狠狠的反杀了，哎，狠狠的反击了。直接给霍金神吧。nice， 然后直接给虚索。哇哦，对，对。总之，这种类似于苍风一目连的玩法，哎，就是我个人目前研究出来的一个霍金神的实战思路，提供给大家。但是还是那一句话，我是一个非斗技主播，我的游戏理解呢是不如斗技主播的。大家后续还是以斗技主播对霍金神的开发为主。目前我看了鸽子和范宝对霍金神的评价，感觉他们两个说的确实都挺中肯的啊。范宝说的所有内容呢，我都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踩过一次坑啊，这个确实靠脑测就能顶得上我实测，不愧是他。那本期视频的最后，我把祸神盛宴的攻略也给大家做了吧，因为这次祸神盛宴很简单。首先是战斗部分啊，就简简单单的爬塔，一共要爬10层。虽然我说它简单，并不代表对面的怪就很脆了，对面的怪其实是很肉的。来看一下，如果我们用传统的音乐美照蛇来打的话，哎，只能打掉对面这么一点的血量。如果我们要用传统的音乐美照蛇打的话，只能等后面这一些 buff 叠上去后才能一波秒掉对面的啊。但是我们注意，这一次官方给我们的所有 buff 中有一个第一天就能很快获得的黑科技，初始攻击最高的友方目标回合结束后，如果拥有护盾则获得一个新回合。这个 buff 设计的目的呢，策划肯定是用来想要和霍金神的这一个导言进行一个联动的，因为霍金神的导言可以让友方生命降低时立刻获得永久的护盾。哎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上一个一速鬼吞，推对面一下，然后呢一速鬼吞烧血，友方生命降低，那么主 C 会获得永久的护盾，然后主 C 就能行动2回合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实战中鬼吞的动画速度是非常慢的。那有没有办法不用鬼吞加霍金神的阵容，也可以让这一个天照吃到护盾呢？有，上一个一目连，把美换成一目连，一目连开局的时候，先机给天照上盾，然后天照1回合、2回合把大蛇拉上来，直接带走。第一天就能10秒通关啊！没有一目连怎么办？没有一目连上匣子，所有可以先机给盾的式神这一次都可以找到就业啊！来1哈、2哈，大蛇带走，顺便展示一下这一次活动的奖励吧。OK， 这就是奖励。总而言之，第一天你就能用这一个先机盾的黑科技达成10秒，后面几天甚至大蛇都不用出手了啊，就6-7秒是妥妥的，所以我才会说这一次的活动比较简单。
活动的第二个玩法玉岛逃生啊，其实就是肉鸽玩法。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录屏吧。总而言之，和当年空相面灵气的活动玩法一样，不仅有战斗格子，还有奇遇格子、精英怪格子，以至最后的首领战格子。打完首领之后，层数还可以继续往下深入下去，越深入得到的奖励呢就越多。然后呢，过程中我们可以选择祝福，还可以看霍金神的一个属性啊，还可以选择各自带着 buff 的一些式神。目前玩下来，以个人的经验，我认为遁世5级，还有聚财5级是最香的啊，因为聚财呢提供输出，然后遁世呢提供生存能力的同时辅助输出。我在这里打一场实战给大家看一看。OK， 现在我就是遁世5加聚财5。开局我这边有盾，对面打不动我，无所谓，让他打。然后只要我方一行动，我就会用潜羽砸对面一次。砸，看见没有？继续行动，再用潜羽砸。砸 ，OK， 我看一下，等一下勋会一下子损失多少生命值？5万的生命值。总而言之，就是遁世加聚财的一个实战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继续获得这个物资，继续提升聚财的伤害。这个思路提供给大家。以上就是这一次活动的2个玩法的展示了啊，剧情现在暂时不能看，然后其他呢都是一些平平无奇的插画呀，还有判官皮肤啊什么的了啊。这是第2张插画，这张插画真好看啊！这个是头像框，最后一层啊，动态头像框